220千左右，你可以买到什么样的车呢？今天来介绍你们捷酷 J8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来 POV 乱乱拍新车系列啦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非常快速的在半个小时之内跟你们介绍这个捷酷 J8。我记得去年呢，我拍摄了这个捷酷 J7啊，其实蛮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。这款车一出现了之后呢，其实街上真的是蛮多的，可见它的整个外观都受到很多人的欢迎。那么今年呢，就来一个捷酷 J8， 它的这个尺寸呢，肯定是比 J7更大啦，肯定啦。而且它的整个基础呢，是来自于 Tiggo 的瑞虎9 Tiggo 9 Pro， 轴距啊、车身啊、引擎啊、变速箱其实都是一模一样，只是说它的外观有少许的不一样。今天带你们 POV 视角来看一下捷酷 J8，Let's go！ 哇，今天在万我他妈真是非常多人哈。来，我们先来看这个整个前脸哦，整个中网大个，然后它整个 bumper 这边哦，它有一个 L 型的这种切角，看下去呢，有没有一丝丝的想起了 FL5 的bumper 的感觉呢？正所谓嘴大吃四方，它整个中网都是大个的，它的 logo 也是捷酷长扁。我很喜欢这个车的车头，看了非常的霸气，非常的好看。LED 日行灯也是一个 LED signal 灯，然后在它解锁的时候呢，它也会做出一些动画流水的感觉，非常的漂亮，车身都非常有肌肉感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轮圈这方面呢，它是用这 Michelin 的 E-Primacy 的245/50R20寸，这个换轮胎好像有一点够力一下。然后前面呢是配搭这一个双活塞的刹车卡钳。这一次呢，捷酷 J8 就带了2个规格，一个是 All-Wheel Drive 全驱版6人座，还有一个前驱版 Front-Wheel Drive 5人座。相信这2者都有 CDC 的避震器，这个避震器就是大概根据你的路况来调整它的硬软的感觉，这个就是之前我试驾的Omoda C9 是一样的道理哈。后面这里的轮胎指数也是一样，用在245/50R20寸，前后的轮胎设定都是一样。后面有一个大个的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就好像我们普通车的前面刹车卡钳的 size 这么大。那么这具引擎呢，是一具来自于2.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呢，可以产生250匹马力，还有385个牛顿米的扭力，0到100大概9秒左右。再配搭这个8速的 AT 变速箱。尾部的方面呢，还是要拥有这个贯穿式的尾灯，还有这个流水线的 LED 行车灯。后面有一个尾翼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刹车灯，然后还有一个雨刷。电动尾门呢，油缸这辆车大概是65L左右，这辆车是6人座嘛，所以后面是有2张椅子，其实是可以放平的。下面这个排气管是假的啦，所以这辆车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，还有双出的排气管，可是已经隐藏起来了。这里呢就是有一些释放空间。所以它是没有备胎的，然后这2张椅子呢，很容易的，就是可以这样子拉一拉就可以放倒，然后拉一拉就可以起来了。可惜是没有电动的啦。这里还有一个白灯，旁边那边还有一个Power Outlet德芙的电瓦。其实后座要往后面走的话呢，其实它是暂时没有看到有什么快捷键啊可以打开，所以从中间过，不然的话你就这里调个老半天。后排呢是可见是非常小的，如果是坐小孩还可以，主要是它的中间这座椅啊，它是可以电动调节之外，在门边这边调，然后我还看到还有2组的记忆座位 ，Oh my god， 很少看到后面有记忆座位的，可是这辆车已经给了你，只差没有按摩的座椅而已。这边还可以调整你的这个腰部支撑。我们来看一下后座，后面我就不去了，我们来做一下中间这一边。哇，你看它头枕其实还可以调整高度之外啊，整个坐姿坐下去，整个皮革都是软很有包覆性的那种。我这边还有一个小手把，还有一个小 pocket， 这里还可以调整你的冷气风速，按下去感觉非常的 premium。其实这边呢还有一个盲点，可能要开门的时候呢，后面有车来，它会亮一个橙灯啊。这里还有一个遮阳帘，手动的 ，OK。还有一个 LED 的阅读灯，手把，整个顶呢上面都是黑的，都是用这 Suede 的这个材质，我们也称为这个阿坎卡拉。还有一个全景天窗，打开门的方式呢，你会看到这边都是用电磁阀，这里按 ，OK。不然的话，如果是真的没有电，这边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小拨杆，这里拉，这个是当没电的时候才来按的啦。我也发现到没有电吸门哦，所以它的整个手把都是跟 J7 一样的，它是那种隐藏式的，当锁门了之后它就会往里面伸，解锁了之后它就往外面这样子。Side mirror 不错哦，三角形的，而且几乎好像无边框的感觉哦。我们来看
看一下驾驶员的座位啊，我很喜欢这个全屏式的仪表，整个捷酷的界面啊，看起来都非常的棒。尤其是我驾J7的时候，我都有讲过，整个荧幕都是更加的高质感的，何况是J8，它给的感觉更加的高清，更加的棒。12.3寸，12.3寸两个大荧幕啊，这些我就不多说，以后拿到实车的时候啊，再慢慢给大家讲解了。这边还有多了一个sensor哈，这个是侦测你在驾车的时候有没有在睡觉。那么这里还可以电动调节，这里没有记忆座位的按钮，可能是在这个舱机里头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以后就给大家做一个细细的讲解了。3个冷气出风口看起来非常的不错，还有那个滴滴的声音。还有这个无线充电，还有自带一个冷气出风口啊，50瓦的，这是空的啊。这里还有一个储物格，2个置杯架，这个水晶按钮它是驾驶模式的调整，转起来都有声音。good 的，还有这个舱机的开关，还有音量。可能你们会说整个内饰为什么长起来像奔驰一样？因为奇瑞跟捷酷它都有收购了这个奔驰的这个股份啊。中间没有排挡杆，这里是有海挡了，像奔驰一样的，非常的好看。还有这个就是雨刷，还有这个方向盘的按键呢，这个我类似在 Moda E5 那边电动车看得到，感觉上是触摸式的，但是它其实是按键来的。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都是电动的。头灯调节都是扭转式的，我个人是非常喜爱哈。这里还有一个电动手刹，后面的尾箱开启啊，它的 Start Button 它放在这边，所以我觉得放在右边更加顺手一下，好过在左边，因为我上车直接右手会更加方便了。还有这个水晶灯很好看，其实它的细节是在于它这个水晶灯在后座也是有的，非常好看，而且是触摸式的哦。啊，这个天窗跟遮阳帘的开关。哦，这个 headlight 竟然藏在这边，一般上都是放在中控这边的嘛，有一点不顺手的感觉哦。习惯找那个拉杆啊，这个车是这边按，还是一样啦。这里还是有一个小拨杆，当没有电的时候可以用开，可以开。刚才还有14粒喇叭 ，Sony 的，还有风琴4踏板配搭着 Aluminium Pedals 铝合金的。里面这边还有满满的气氛灯，这个质感非常的棒哈。对，还有一个 Type C 接口，一个 USB 接口，可以投屏，还有快速充电，这边还有一些储物空间。好了 ，guys， 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，如果200到220千里面，你会买这个捷酷的 J8 吗？我觉得这辆车挺漂亮的，如果这个价位你会接受吗？你会接受吗？好看吗？好看的，好看的。如果要买的话，也可以找我们。可以找我们 booking。如果要 booking 的话，可以找我或者Nicole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影片再见啦，Goodbye。